们努力让美梦成真，以为描述回春什么都可能，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这样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，我心的沸腾，太好你的我，依然是另一我。你父母的命，我肯定还不了。现在，我就把我的命还给你。我死了，单给统统。Uncle Hen。有没有搞错？不要命啊 ！Sorry， 没事吧 ？Uncle Hen。扶他起来吧。Uncle Hen，你除了手部受伤，还有没有哪里觉得痛？不如我们先回去门诊，我帮你洗清伤口，再仔细检查一下。为什么不让我死？为什么不让我一命换一命？你为什么那么意气用事，不爱惜生命？你就算死了，也不一定能够救到彤彤，我爸妈也不可能复活的，我更不可能原谅你啊！你有勇气死，为什么没有勇气去面对呢？你是彤彤的公公，曼曼的爸爸，他们这个时候很需要你，你明白吗？你会救彤彤吗？医生是不会放弃的，所以你也不可以放弃。只是现在能够救他的人不是我。是我造的孽，谁可以救彤彤？他只不过只有10岁。老天爷，为什么那么残忍呢？现在是人命关天。如果你面对3个10岁孩童等着换肝，你是唯一一个能够救他们的，你会袖手旁观吗？每一条生命都一样宝贵，不能因为病人年纪小，就让一个健康的人承担不必要的风险。OK，Dr. Wen 是体系的委员之一，等一下我听听看他怎么说。就算他同意，我也不会改变对你的健康评估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不会放弃，我怎么样都要试一试的。Dr. Bay、Dr. Chang， 我正想找你 Dr. Bay。我们已经找到了跟钱维恒匹配的肝脏捐赠者。医院已经找到第3位捐赠者了，可以进行连环肝脏移植手术。是不是我捐了？我的儿子一定也有肝，他们不会拿了我的肝之后就反悔吧？手术会同时进行，从3位捐赠者身上取出肝脏后，就会马上进行移植。只要能救彤彤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你们2个都不能有事。我们要相信医生。好，这样公平，我答应捐。那你现在入院，开始进食，为捐肝手术做准备。Dr. Wen， 医院的医护人员都已经 stand by， 国外的医生也接到通知，正赶过来了。病人的情况很紧急，我们必须争取时间，最快今天晚上动手术。请问第3位捐赠者是谁？对方要求匿名。
怎么不见 Dr. Chu？ 哦，他放假了。医院要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手术，他竟然放假。这是他决定。就在你和 Dr. Wen 来找我之前，他发了短信给我，叫我不用担心紫薇。其实他也是很关心你跟紫薇。捐肝的人是不是他？如果真的是他，这份人情要怎么还？既然捐赠者选择匿名，你就接受他的善意。其实他帮的不只是你，还有另外2个家庭。早上安哥黑还哭哭啼啼的求 Dr. Bay 救他的外孙女，没想到问题这么快就解决了。会不会是 Dr. Bay 回心转意？以 Dr. Bay 的性格，不像是会因为私人恩怨而不顾病人的。他应该是捐不了了，而不是不想捐。捐肝不简单啊，何况要救的还是撞死他父母、司机的家属。Dr. Bay 就是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。我先走了。拜拜。嗯。好，我也要去做一件别人做不到的事。我妈叫我送汤给我表哥。真搞不懂你妈，明知道那个人怎么对 Sister Ang， 为什么还要对他那么好？我妈就是心软，Sister Ang要她瞒着表姨妈，她觉得过意不去，所以叫我送汤给我表哥，顺便劝他改过自新。病好之后回去槟城跟表姨妈团聚。那要去你自己去，我不想见到他。喂，我们要跟 Dr. Bay 学习啊，不管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，我们都要一视同仁。你就当做陪我去探望一个普通的病人，好不好？好啦好啦。Dr. Chang， 哎，是君，你好英勇哦。什么事啊？有人放上网的啊。人呢？该不会又跑路了吧？喂，若，我们救紫薇爸爸的视频被放上网了，你们就不担心视频会 go viral 吗？毕竟我们用的不是正规的治疗方法。你怕什么？一哥也说我们问心无愧，但现在问题是我表哥不见了，还换了衣服，看来是又跑路了。我看到他了 ，Mr. Wang， 你的病还没好，不能出院的 ，Mr. Wang， 不要管我！你要去哪里啊？为什么当医生的就是那么爱管闲事？你都说了，我是医生，你是病人，我不能让你私自离开医院的。让开啊！我一定要走。你不能这样一走了之的。你自己有病不说，子睿还在医院等做移植手术。我又不是医生，我待在这里有什么用？喂，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？他是你的儿子，你一点都不担心吗？多我一份关心，能救得了他吗？没想到我们救了你，你还是这么没有良心。你还敢说？我看了 video 才知道，你们对我做了什么？哪里有人用那种方法来救人的？当时情况紧急嘛。你们这些小医生懂什么？还好我命大，才没有被你们这些人整死啊！不要跟他废话了，送他回医院吧。放开我啊！我不想被大龙砍死啊！你是不会被人砍的，你还要为你做的事负责。黄清胜先生，你涉及非法放贷活动，还一起上了当，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走。原来他是看了那个 video， 所以才急着要走。亏心事做多了，能躲得了多久？希望他这一次会想通，改过自新。我看很难吧。哎。
到你了。哇，这个真的是考倒我了。这个字熟悉又陌生，不如这样吧，你用你的手机查查看。想你老婆了？她2天没回家了。是你逼她跟你签离婚协议书，跟她分开的。现在不是如你所愿了吗？其实你是很舍不得她的，为什么不承认？想她就打给她。不如我陪你去找她吧。喂 ，Dear， 我在 Dr. Wen 的诊所，宝宝可能有事。我去找你。你好，我们是来找Dr. Chow的。他已经在里面。Dear， 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替Dr. Chow做扫描。坐下吧。看到吗？宝宝，他很健康，成长得很好。我让你们听听宝宝的心跳声。听到了吗？对不起，我不好。不要想我 ，OK？ 再过2个星期，宝宝就满10周了。你们要不要给他做基因检测？不需要。不管怎么样，他都是我们的宝贝。我们会给他很多的爱，为他的将来做好准备。而且，医学会一直在进步。我相信20年后，医生会有更好的办法来医治这个疾病。There is no medicine like hope. Yes. 你记不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当一个人陷入爱河的时候，他大脑血清素水平跟强迫症患者差不多。我有说过吗？你说，这证明爱情能让一个人像强迫症患者一样，那么的倔强，那么的坚持。你就是影响我血清素水平的人。你记得了？那个时候，你就是用这句话向我告白的。是你让我相信，
爱情会让一个人变得执着，不轻易放弃，不轻易动摇。Dear， 既然我们2个人都那么执着，不如一人让一步。离婚协议书我会签，可是日期我会空着，等到你完全忘了我的那一天。我不知道还有多久。我们也不知道，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。有些人来不及告别，就先离开了。那我们为什么不把握现在，珍惜每一刻？每一天，我怕我会伤害你。你吃了药之后，情况已经稳定很多了。我相信，我们会更好的应付的。在协议生效之前，我们还是夫妻，我们就不能分开。This will be a very long goodbye. It doesn't matter. 不管时间的长短，只要我们一家3口在一起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不要再推开我们了。Sister Ang， 我想探访里面的病人。不好意思，病人想休息，拒绝任何探访。你还是回去吧。香港的 Dr. Kang 和 Dr. Choi 放下手上的工作飞过来，连韩国的 Dr. Kim 在休假中都特地过来，你的面子真大。那要感谢医院派我到韩国和香港做交流，才认识到这几位肝脏权威。除了住宿，你还一早安排了韩语翻译，真的是设想周到。如果不是你事先计划好了，这次的连环性移植手术没有办法顺利进行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可是作为捐赠者，就不是理所当然了。我要代表病人和家属谢谢你，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，成就了这次的大手术。我也是医生，既然我的肝脏够健康，又跟病人匹配，实在没有理由退缩。刚才我在病房外看到 Sister Ang， 她应该已经猜到捐赠者就是你。我也知道隐瞒不了多久。你是不是因为他才答应捐肝的？别把我看得那么狭隘，我也有大爱的。我要求匿名，就是不想给他压力。不过，在大爱中有小爱，也无可厚非。我跟他已经无法回到从前了。我无牵无挂，可是他的身边有更关心他的人。你无牵无挂，但是有人牵挂着你。是你通知他的。小时候看漫画，最崇拜勇敢救人的 superhero， 没想到我现在看到了。I'm proud of you。我觉得他应该知道，我说过了，你也可以成为他的骄傲。谢谢你，让我再一次感觉到自己拥有亲人的温暖。
我们努力让美梦成真，以为描述回春什么都可能，但是现实残忍，我们是人，请仔细看看眼前的我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没有尽头，换来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疑惑。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，在我的笑容背后需要体谅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，我心仍沸腾，白袍里的我，别爱使命的我。再长的路还是要走，就算一笔发的心，只想大声怒吼。日复一日，夜复一夜，虽没尽头。就算狂风暴雨，我也从未退缩。真的没有想放弃过，只因从未忘记起点时的初衷。这感动，医生不是神，我们也是人。